血癌的癌细胞它有个前身嘛，那个前身呢，它会变成癌细胞，它变成癌细胞是什么机制让它变过去？对，我们要了解。什么机制呢？是发炎反应会让它变过去。发炎怎么样减少发炎？我们减少发炎的饮食我们里面有几个因素了哈。第一个因素呢，它就是我们讲说鱼油 Omega-3，鱼油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嘛，比如说橄榄油这个是一个哈。另外一个油很重要，油重要。因为你相反的，你是 Omega-6、Omega-6 的那个油，它就会出现发炎。Omega-6 的油什么油呢？我们现在你家里也有，你家厨房都有。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植物油，其实来自于种子。你说大豆油这些，葵花籽油也算吗？种子油含的 Omega， 它是 Omega-6 的主要来源。所以我们吃那个油就会一直在让自己的身体发炎。是没错，艺人沈玉琳跟傅子存接连的罹患了血癌。我们看到沈玉琳住院非常长的时间，而傅子存非常不幸的是，从他发病到过世时间非常的一个短暂，而且他现在正值壮年，所以这个让整个社会非常的惊讶，是现在血癌人数有在增加吗？血癌有这么可怕吗？从血癌到发病，然后我们到了过世，竟然你防不胜防。那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血癌？碰到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哪些的疾病我们要提高警觉呢？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精准医学的专家，特别是鼎元诊所的院长曾君岩曾医师，来告诉我们要怎么面对血癌，怎么面对这些发展非常快速的癌症，我们到底要怎么来保护自己呢？曾医师你好。你好，大家好。好，那曾医师刚刚讲的是沈玉琳发生血癌，已经让大家非常的惊讶了，而且他在台大住了非常久的时间，就没有想到最近傅子存也是血癌，而且他才40几岁，正值壮年，就发病到过世非常短的时间。那所以大家第一个问题是，现在血癌的人数有在增加当中吗？是的哈，我们那个成人每年成人大概有每年的那个血癌的那个数目大概差不多1100人左右，每年有1100人，1100人，那个确实数目是有增加，而且是有年轻化的趋势。对，那这个原因嘛，我们想说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诊断技术就是变得更好嘛，更容易诊断这个是没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血癌这个大部分是发生在中老年人啦，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变长嘛，老化。所以说得到那个血癌的人数就会增加，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环境的变迁啦，那个现在很多的化学物质比较多，比以前多另外一个生活形态改变等等这些都是会造成说癌症尤其是血癌的增加。好，那我们先谈沈玉琳。沈玉琳说，她每年都做非常高端的健检，而且是做等于非常完整的健检。可是她说，她做的健检跟她整个去侦测她的血癌，并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也就是这个血癌发生的太快了。所以我如果一年，我等于说我今天非常在乎我的健康，我一年做一次这个所谓的非常高端的健检，那根本来不及啊。对，那个我们讲说大部分的癌症，那个你一年做一次，它是来得及了但是某些癌症它因为癌细胞分裂的速度太快了，一个变两个，两个变4个，4个变8个这个速度太快了。那么你一年你就会来不及，就是说你现在做是 OK 的可是呢3个月以后呢，它那个癌细胞就已经繁殖到变成临床上是症状明显的。可是你下一次体检那是1年以后嘛。对所以说这种说对这个快速生长的癌症呢我们1年做一次那是不够的。而且我们看到傅子存他发病到这个过世的这个时间非常的一个短促，所以现在这个急性的血癌，它的等于说发病死亡的这个致死率有这么高它致死率高，那个是本来这个癌症它就致死率是高的啦。问题就是说，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快，好像说，他还这个到急诊处，他没多久他就死掉了。对，其实是这样子。其实那个病情呢，它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所以说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最近比较累，最近工作比较忙。其实没有工作比较忙，工作还是跟以前比较忙，你只是
感觉上比以前累而已。对，所以你会觉得说，最近压力大，工作忙。那其实他以前有症状的嘛。对。但是说我们人体呢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构，它会有一些代偿的机制。就是说，我们会去 cover 哈，就是说你身体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另外一个功能它去 cover 你，让你还可以撑得下去。你只是觉得累而已，你只觉得更累而已，但是没有让你倒下来。所以说我们身体会有这个机制，等到你这个代偿机制已经用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搞得这么糟糕？其实病情一直在进行，只是被你掩饰住而已。对，那因此到你那个代偿能力消失的时候呢，那个疾病就开始爆发出来，非常严重，会让你措手不及。也就是今天不管沈玉琳或者这个傅子纯，他们两个就有一些共同的这个所谓的征兆。一个就是讲，你刚刚提到就是两个人一开始都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倦，就像那个沈玉琳讲，他是累到他晚上去上厕所，他不能走到厕所，要慢慢扶过去。第二个就是讲说，他们有不明的淤血，特别是两个人都有所谓的牙齿出血的这个问题。你说其实那个都已经是征兆了。对，如果在你一开始觉得你非常疲累，或者是说你莫名其妙说，我怎么身上突然多了这么多淤青，或者是说我的牙周病突然变得很严重，出血非常严重，他那个就是征兆了，要赶快治疗，否则这些征兆你没有处理，等到你真的发现问题了，那就是来不及了。对。那个这些征兆，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按摩会按摩到那个淤青，会出血。对，我们正常人是这是不会发生的啦，因为说你即便那个按摩师傅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你怎么按到破皮你都不会出血嘛。对，你会出血，那你还视若无睹，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说牙齿会出血那个是没错了，我们常常刷牙的时候刷太用力，确实会出血，没有错了。可是呢，你如果轻轻刷牙或者没有刷牙，他自己就牙龈出血，甚至于说你可以看到说牙龈有的地方肿起来，它肿起来并不是说我们一般讲说那种发炎肿起来，那不一样的我们说牙痛说肿起来，那种细菌感染的发炎，跟你那个白血病引起的那个牙龈肿起来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感觉上说怪怪的这个时候你都不要掉以轻心，只要是跟寻常不一样的情况，你都要去找医师帮你看。不过这个会让我有点困惑，就是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起起伏伏，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非常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还好。那你牙齿本来也是一样，有一段时间你可能流血，有一段时间你过一段时间漱口水就没事了，或者是说你身上有时候撞到。我一般的状况跟这种是血癌的状况，我要怎么去区别？我到底是怎样的疲累我要非常紧张，我要怎样的牙周病出血我会紧张，怎样的这个所谓的淤青我要紧张，那跟一般的跟我癌症有什么差别？我们来看看什么，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从小到大，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说你撞到了淤青你都有，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但是呢，今天你稍微碰一下你就淤青，你就觉得说跟以前是不一样嘛。那我们刚刚说，我那个牙齿也没有发炎，可是怎么会肿起来呢？你不要掉以轻心嘛，这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嘛。那我们讲说，像你刚刚提到说，上厕所，走到厕所都会觉得说没有力气走。你想想看，你这辈子哪时候会累成这样子？不是嘛？只要是非比寻常的情况，我们都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重复出现的时候，你一次出现可能说，我下一次没有了，那就算了。你如果下一次还有，那你不要掉以轻心。是。那这个血癌的这个前兆里面，它大概会有多长的一个时间？我们讲说，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造血细胞的问题啦。对。那本身是没有症状的。那它造血细胞，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好了，它的问题是哪里？它的问题是说，它会骨髓干细胞会产生这种白血病的这种细胞。这个细胞呢，它产生以后呢，它就不太会成熟，就是说它不会死掉。那因此呢，我现在你这样听，你有欧医生表示说，我们有一个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正常干细胞，它分裂生长大概24小时、48小时一次，但是呢，骨髓的那种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它的细胞那个分裂呢，其实是比干细胞还慢的，比干细胞慢。它慢到什么地步？它是以天到周为计，是不是7天到4天分裂一次，甚至于更长。
但是说问题是说它后面就不会死了。我们说正常那个正常的骨髓细胞变成白血球，它会到我们血液去嘛，所以骨髓又清空了嘛。对，一面制造一面出去，一面制造一面出去嘛。但是呢，你如果是白血病的时候呢，是血癌的时候呢，它制造它就出去很慢。那因此呢，就在骨髓里面累积，所以骨髓里面就会看很多这样子。对，所以以前嘛，在那个19世纪的时候呢，刚发现白血病的时候呢，他们做尸体解剖，我可以看到骨髓，看到说里面是黄绿色的，就跟我们一般看到那个暗红色不太一样。对，那就是白血球太多累积在里面。清不掉。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刚刚问说这个会多久？这个时候呢，它其实都疾病在进行，但是呢，没有什么症状。对，你要到说把骨髓塞满了才会骨头疼痛嘛，对不对？你会变成说那个白血球细胞它终于也释放到到我们周边去了，对，可是它功能不好嘛，对，所以它容易感染嘛，感染容易发烧嘛，所以说最后变成败血症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细胞呢，它除了变成正常的白血球，在正常情况之下，它也是红血球，也是血小板的祖先嘛。对所以说出问题不是只有白血球出问题，红血球跟血小板，红血球也有它也出问题所以白血球出问题就是会感染嘛所以说严重的时候就败血症，对休克。你如果是血小板的话，那血小板它数目减少，那因此就会不能出血，就会淤青。所以说你让按摩让它淤青，但你表示血小板是不足嘛，可能是5到10万，你按摩它就会了你如果是低于2万的，那你不用碰，它自动会出血。对，它没有办法愈合了。它没有对，还有另外说红血球减少嘛，所以我们会贫血。所以会疲累，就是这个，你会累到说从这边走不到厕所，你就是这个累得不像话嘛。就是你的氧气不足，其实是氧气不足了。不是肌肉酸痛的累了。是。好，那我们今天看整理一下，就是白血病有4大的一个类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血癌有4大类型，一个是刚刚讲的这个是急性骨髓的白血病，第二个是慢性骨髓白血病，第三个是急性淋巴球的白血病，另外是慢性淋巴球的白血病。你说1跟3是比较危险的，它是急性的，它是发展的非常快速的。那这种你就算是1年做1次健检，也不一定能够把它给侦测出来。对，如果说正好你做体检的时候呢，它正好疾病爆发了，我们做这个几百块的 CBC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问题了但是呢，你如果你在检查的时候呢，当下疾病还没发生，当然是看不出来嘛。你再过了12个月再做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嘛。那但是慢性骨髓病白血病呢即便是爆发已经发病了，我们体检讲了 CBC 这个检查呢，它可能看不出来它看不出来因为它的一些从形态学上呢等等之类的它的变化跟急性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会产生所谓的伪阴性觉得我是正常，其实是假的正常。那我如果要透过健检，那我没有办法去判断我们健检做的项目很多了我们讲 CBC 就是最便宜的 CBC 那么要看得出来的话，急性必须碰巧时间对才看得到。好，那刚才讲现在急性跟慢性的差别在哪里？它的分裂速度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急性一发生了以后，它等于说发病的速度或者是它的整个演化会非常非常的快我们说急性慢性的分野就是速度我们说急性的它细胞的一个变2个，2个变4个这样子速度呢，它是以周它是以周为计就是说我们说一个礼拜2个礼拜一次。你看这样，你1个变2个，2个变4个，8个16个，那你从1万变成16万，你只要几次而已。对，这没几次嘛。所以说你如果每一次算4天好了，就几个月就到了。对，但是呢，慢性的话，它是慢性的它是几个月所以说几个月以后呢，它才会分裂一次，几个月这数都不是分裂，说数目加倍了，倍增，它是好几个月来计。那因此呢，这个我们经常的处理动作呢，在急性的通常会来不及就是
因为它很快，然后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代偿机制去掩饰，让你不能察觉。对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惰性嘛，说这可能没关系，可能没关系。所以难怪沈玉琳想说，我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而且我都做最高端的检查，这是没有办法再定期。那我如果这样的话，难道我要每个月做吗？不是，那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你现在问到一个，就是现在是高科技的，我们一般那个体检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如果说因为我有家族史这个是急性白血病家族史那有家族史的人，你得到急性白血病的几率呢，就会是一般人的2到3倍。假设然后你又看到这新闻，你又特别害怕，那科技可不可以解决？是可以解决的这一般那个医院这常规检查是没有做的我们那所谓的4世代定序 NGS 我们可以用这方法做，对，它可以侦测到那个急性白血病的前身。什么是急性白血病的前身？那个我们是这样子就是说，正常的干细胞变成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呢，它的基因突变那个是很明确，我们都知道。这个变过去呢，它不是跳过去的，它有中间的过渡阶段。中间的过渡阶段呢，也有基因突变。那个基因突变呢，它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标靶药物的那个针对的基因突变，不是。那几个基因突变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说看到白血球里面有那几个基因突变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前身出现的。所以我下一步就会变成白血病了。所以我做基因检测是可以做得出来。是的。好，那另外就是这个东西让大家吓到，是因为它发病太快了，让人家就有点措手不及，然后呢，我防不胜防。那现在刚刚讲的，我刚刚之前跟你聊天才知道说，原来白血病不是发展最快的，它好像只排第4名。对，最快我们刚刚讲的是伯基特的淋巴瘤。但所以有的癌症，它的发病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说癌王胰脏癌，大家都很害怕。对，如果就是这个生长速度而言，胰脏癌是排名第7啦。前5名它前5名排不到。你刚刚提到说Burkitt lymphoma 就是伯基氏那个淋巴瘤，它最快，它排名第1。它的速度呢，就是它癌细胞的倍增速度大概是24到48小时。可以2天它可以增加变1倍大，2天就1倍。对，所以它排名第1啦。那这个在台湾盛行率高吗？这种肿瘤其实是蛮罕见的啦。是有，台湾也是有。那它跟病毒感染比较关系。病毒感染？它怎样的病毒感染会造成？EB 病毒。病毒 EB virus。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最早发现是在非洲发现的。然后现在发现，它其实亚洲国家也有了。是。那我的经历里面，我的那个职场生涯里面碰到的数目也是个位数而已，不多。那在台湾有哪些？比如说我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发展非常快速。发展快的我们说第1名刚刚我们看到的第4名也知道的嘛，对不对？对，血癌第2名呢就是未分化的甲状腺癌。甲状腺癌这么严重？但是未分化的甲状腺癌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做乳突状甲状腺癌，它是慢到不行那个是慢到我们都怀疑它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它是很慢的但是恶性的。但是未分化的这是很快，它排名第2。然后第3名呢是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对，我们一般听到的，然后大家听到说肺癌啦、治疗啦，那都是指的非小细胞肺癌。但是我们现在讲小细胞肺癌，那个是速度很快。那第3名。那第4名刚刚知道，第5名就是脑部的叫做 GBM 这个是多发性什么，中文怎么讲？就是好像有一个什么瘤就对了。对，那个什么母细胞瘤什么。好，那另外就是在血癌的时候呢，刚刚你也提到说，台湾现在的血癌感觉上明显有增加。那当然一般来讲是60岁到65岁的这个比例比较高，但是现在刚刚看到，今天沈玉琳跟那个所谓傅子纯2个都是壮年，都是40-50岁。那大家会这样，那40-50岁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吗？甚至有人讲说，你这个什么甲醛啦、甲醛，或者是你今天连一个沙发上面有那种气味，都可能会让你得到血癌，有这么可能？这个说法非常流行了但是我要做一个纠正一下
甲醛是不是跟这有关系？这个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哈。甲醛它确实是致癌物没错，但是跟血癌有没有关系？这个是有争议的啊。目前没有争议的是跟鼻咽癌是没有争议，跟这个白血病的关系呢哈，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对，好，那化学物里面呢，那个最重要的是苯是苯的关系，苯哦。那我们刚刚讲，你刚刚提到说，家具啦，新的家具啊，那个装潢那个味道，其实它除了甲醛以外，其实它都含有苯，对，是苯造成的所以不单是甲醛最主要是苯。那个我们像我们在生活中里面，苯最多的来源的2个地方，一个就是说我们汽车的废气排的废气那个交通很乱的地方，那个汽车废气含有苯很多。你如果一个人就是在空气中这个吸这个废气，一天大概可以得到0.2毫克的苯，对0.2毫。但是呢，最多的量是来自于抽烟，抽烟更多啊。一个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说空气的那个汽车的废气，那是说他没有抽烟情况下，一天吸到空气的废气可以得到0.2毫克。但是你一个抽烟的人而言，他说我一天抽1包就好了，一天抽1包其实不是很多嘛对，就烟瘾者而言不多嘛那1包有20根他抽1包，他一天得到的苯2毫克，多10倍，多10倍。那我的意思说，那苯它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嘛？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吸了多少的苯，或者吸收多少的苯，跟我的血癌之间有一个关联性。它这个有大列的关联性的这种统计的东西，它并没有说1对1的里面的量化，但是是有这个剂量的关系在啦。对，是有剂量关系在。所以说苯这东西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啦。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家里面的那个装潢啦、油漆啦等等，那有味道的以外，还有一个很多人就是忽略到的塑料品、塑胶的产品、塑化品，它在那个劣化的时候、老化的时候呢，它会把里面的苯释放出来。那个量很高吗？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当然说我们跟那个抽烟比还是不能比了。对，跟那个汽车废气当然不能比。对，但是那个也都是问题。所以说，小孩子啊，玩那个玩具啦，那个玩具塑胶做的玩具都已经老化褪色的，就要丢掉了嘛，就不要在小孩子嘴巴咬啊这样吃。那个其实是吸很多了。那现在讲讲，那有些特别强调那个水壶、水瓶，那我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换掉吗？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就是说你不能放太久了。对，因为它那个老化，那个它里面的苯性会释放出来，是没错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好，那我是一个机车主，我每天都要骑摩托车。我骑摩托车刚刚讲的，我一定会吸到很多的废气。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有办法吃什么样的食物，或者做什么样的运动，或者我要做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把我不得不吸入的这些苯给排除出去吗？问得很好，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想养生嘛就是饮食嘛，每个人讲的养生就是什么少油少盐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没有对症下药了。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现在就白血病而言，对，我们要怎么吃白血病呢，我们刚刚发生说，那个血癌的癌细胞它有个前身嘛，那个前身呢，它会变成癌细胞，它变成癌细胞是什么机制让它变过去？对，我们要了解，什么机制呢？是发炎反应会让它变过去。发炎，对，我们在人体在发炎的时候呢，正常的干细胞会死掉，但是它这个是已经那过渡时期的，它反而长得更快。对，发炎，所以发炎我们要让自己那个体内不要发炎可是那发炎怎么来的？对，它那个就是过渡时期的那种癌细胞呢，它本身就能够释放那个发炎的那个因子叫做 IL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IL6 那个 IL6呢，它本身就会造成发炎，发炎又会让
这个细胞呢长得更快，它自己释放东西，刺激自己长更快，所以它自己会有一个内循环。对，循环所以说我们要说，那我们什么样饮食能够去综合，能够降低那个 IL-6嘛？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抗发炎饮食。抗发炎饮食。那什么是抗发炎饮食？我们大家搞不清楚饮食很多了，因为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精准饮食》，下礼拜有出版。好，你一定要再跟大家透露一下怎么样减少发炎。我们减少发炎的饮食我们里面有几个因素了第一个因素呢，它就是我们讲说鱼油 Omega-3， 鱼油Omega-3我们记得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抗发炎是 Omega-3的鱼油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嘛，比如说橄榄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油很重要，油重要因为你相反的，你是 Omega-6、Omega-6 的那个油，它就会促进发炎。Omega-6 的油什么油呢？我们现在你家里也有，你家厨房都有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植物油，其实来自于种子。你说大豆油这些，葵花籽油也是没错，种子油含的 Omega， 它是 Omega-6 的主要来源。种子油，对，我们刚才说，我们现在的油基本上都是种子油对啊，因为种子油便宜所以我们吃那个油就会一直在让自己的身体发炎。是没错，那个我们讲说橄榄油或者酪梨油，它是果实油，它不是种子，对，它是果肉榨的油。其他你刚刚讲的油，那是从种子榨的油，对，这种子榨的油，它是 Omega-6 比较多了，好，那你刚刚提到说我现在要抗发炎。对，第一个是我要吃鱼油，第二个是橄榄油，还有什么呢？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经常把说什么抗氧化剂跟这混在一起。抗氧化剂的饮食是含有很多抗氧化剂的东西嘛，跟我们今天讲的疾病的是没有帮助的，是没有帮助的，没有帮助那没有帮助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说，今天你得了癌症。你癌细胞要死掉所以我们医院里面的那个怎么样让癌细胞死掉？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化疗嘛。化疗就是产生很厉害的氧化反应，氧化，那个产生自由基，让癌细胞死掉嘛。如果这时候你吃抗氧化剂，对，那你是跟它作对啊，你是在减少药效啊。对，所以我们想说，你如果做化疗的话，那可不可以吃维他命 C？可不可以吃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它是抗氧化剂嘛？对，所以是不要吃维他命 C。你说做化疗不要吃维他命 C， 不要当下不要吃但是呢，维他命 C 在高剂量之下的时候呢，高剂量非常高剂量是注射的那种剂量，对，它是变成氧化剂，那原因是这样子，高剂量的时候呢，它会把铁离子氧化成亚铁离子，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芬顿 reaction 芬顿反应，就会产生过氧化氢，就会产生氧自由基，所以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它是氧化作用，对，那所以说2024年爱荷华大学的那个医学院呢，他们有做一个研究，就是说那个胰脏癌，就是说癌王嘛，癌王末期第4期已经转移出去，在末期的这种癌症病人。他们研究说，这个是他们31个癌症病人给他化疗，另外再找31个呢化疗加上注射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结果呢，没有维他命 C 的，就化疗那一组呢，那个存活中位数是8个月，因为末期嘛，很快死掉了嘛但是另外一组有加维他命 C 呢，它存活18个月，多了1倍多，没错所以说。它这化疗本身是氧化剂嘛，对，高剂量维他命 C 也是氧化剂嘛，所以杀癌细胞效果更好。不，这一次我如果谈到这边的话，那我比较好奇那你家里会用种子油吗？我不会，你不用种子油？我不用种子油不，其实我们想想看种子它种子之于植物，就好像什么之于动物，胚胎嘛，对不对？它是植物的胚胎，它是用来传宗接代的嘛。对你干嘛吃它嘛？
对不对？你吃它，它一定会反抗嘛。所以种子里面基本上有很多毒素。这样吗？对啊，可以不是讲说维他命 E 就是从那个什么胚胎里面来取得吗？对，是没错啦，就是说他要照顾自己的子孙嘛，他当然有好东西嘛，对不对？那他要防止别人乱吃我嘛，对不对？他因为有毒素嘛，对。所以说你看苹果籽可不可以吃？不能吃啊。对，很多种子不能吃，很多不能吃嘛，它有毒素嘛。所以你是不吃种子油的？不吃种子油，所以你只吃橄榄油。橄榄油，还有酪梨油、橄榄油、酪梨油，另外一个就是饱和脂肪，猪油。猪油都比种子油好对，当然，我宁可吃猪油，可是猪油不会造成心肌梗塞或是那些。不，那个是错误的，错误的，猪油不会。对，你看看最新版的饮食指南，美国饮食指南最新版嘛，对不对？它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有牛排嘛，它有奶油嘛，对，它叫你喝全脂奶嘛，那个动物的油啊，都是饱和脂肪啊，所以那个反而比较安全，相对那个反而安全，对。可刚刚谈到鱼油会，我也有另外一个困扰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突然做了一个鱼油的品牌，他为什么做那鱼油品牌？是说原来市面上的鱼油品那个比例都不高。我如果要吃鱼油，好，我真的觉得认真，我觉得好，鱼油是一个好东西。那我要吃从原型食物，我要去真的有人讲说我要吃青鱼啊，吃秋刀鱼啊，那种所谓的欧米伽3鱼油多的，还是我可以去买这个所谓的鱼油胶囊？那我如果买鱼油胶囊的话，它的比例够高吗？它吃起来会有效果吗？第一，我们要挑的鱼那个就是要挑肥一点的鱼，肥一点鱼。可是你又不能挑大鱼，你要挑小鱼，因为大鱼那个它的那个生命太长了。你说那重金属就有重金属。小的鱼它来不及吃这么重金属，对，但很肥的鱼。所以讲说青鱼就非常好。对，那很好。第二，这个鱼呢要野生的，不能够养的。像鲑鱼很多是养的。对，鲑鱼基本上是养。那养鲑鱼的人，他给鲑鱼吃什么？他给他吃都是玉米饲料嘛，对不对？那个玉米饲料是 Omega 6嘛，不是 Omega 3嘛？玉米饲料是 Omega 6我们讲说鱼油里面有 Omega 3，鱼油鱼它自己会不会制造 Omega 3？它不会制造 Omega 3啊，它是吃藻类嘛。吃藻类的。所以那个 Omega 3是在藻里面嘛，在藻类里面，它吃的藻，所以野生的它才有 Omega 才有 Omega 3嘛。所以说你要吃鱼的时候，你要这样，你要以这个原则去挑这个鱼。对。那你说养殖的 Omega 3会比较少。对，因为它养殖那个养的地方，它藻类就很少嘛。对不对？这个怎么养啊？因为那个鱼会越养越瘦啊，它一定要喂食人工饲料嘛。对。人工饲料它里面没有 Omega 3。所以说挑鱼的时候你要这样挑。所以要中型的鱼，要野生的鱼。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是我吃素啊。吃素当然不是我啦。我说有人说我吃素怎么吃鱼油？对。那你只好刚刚讲，去买那个保健食品鱼油那个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吃？你要看那个包装盒上面写的，一个是 DHA， 一个是 EPA，这两个DHA 跟 EPA 含量分别含量多少？有些是一个多一个少。有的是另外一个多，另外一个少，但是他都讲说，我都有 Omega 3。对你这两个要平衡，因为 EPA 跟 DHA 的功能不一样。那个 DHA 是我们神经结构需要的，那 EPA 是我们神经传导需要的，所以这两个我们都需要。所以两个量都要高，量都高。那量要高到什么程度嘞？没有，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说这你不用担心会过量了，你能够买越高越好。鱼油没有过量，没有过量，因为那很贵了。所以你就相对来比的话，比例高的那个就是你要选择的。对，你买到说一样价钱可以买到单位高的，你 CP 值好嘛？是。不过这一次我们上次在谈试制的时候，其实你有讲了一个等于说，原来人的发炎的问题这么严重。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上次你会失智，跟你的全身慢性发炎是有关系的。你刚刚讲的血癌也跟你的这个所谓的发炎有关，甚至很多癌症都有关。那我现在这个慢性发炎的这个东西，除了刚刚讲饮食，我要吃鱼油，我今天要吃这个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包括我连吃猪油可能都比较好。那我该这个慢性发炎的部分，我要怎么来看待的呢？慢性发炎这个它是问题真的很大，问题很大那我们除了这个饮食以外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改善的就是改善我们的那个粒线体，更加健康一点那个因此就跟我们多运动啦
那个保持平静的心态啊，睡眠充足啊，睡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减少发炎。现在很多人讲睡眠真的非常的重要，睡眠非常重要。就睡眠如果不足，他刚刚讲跟你的失智、跟你的那个所谓的慢性发炎都有关系。对，没错，睡眠非常重要。对你一定要睡够了。可是睡够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有的晚上比如说我会上车会起来这样子，那我的睡眠是一口气就要睡8个小时，还是说我可以分段？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白天、晚上我各睡一点，然后把它综合起来，加起来有8个小时就可以了。可以，我们可以综合起来。其实睡眠的目的呢，就是你要达到深层睡眠。深层睡眠的时候呢，才会让我们脑内的淋巴系统活跃起来。因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呢，脑细胞它会缩小60%。所以说细胞空隙就变大了。对。所以说那个脑积水液冲刷就可以把一些发炎物质啊都冲刷得掉。所以那个部分是蛮重要的。所以我如果白天可以熟睡的话，也可以进到深层睡眠。对，是的。好，那另外一个是，不管是沈玉琳或者是包括这个傅子纯，他们都提到了牙齿的问题。那我们上次也谈到失智，我发现它其实都有一些共通性。你的慢性发炎，还有你要注意你的牙齿。你上次也特别提到说，很多脑的这个病变或者是很多失智的问题，也跟你的牙齿不好是有关系的。对，牙齿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是我现在有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医学教育里面的我们说医学系跟牙医学系医学院或牙医学院就是说彼此之间学的东西很少。医学系学到牙医的好像大概只有1堂课而已。那个牙医学系学医学的也学很少。那因此呢，这部分呢就是说刚才讲跨领域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可以好好的通盘解决了。我觉得这蛮可惜的。所以你刚才就提到说，因为他去看牙齿，如果发现说他的牙齿已经是等于说流血非常严重，实际上那时候的牙医就应该要帮他转诊了。对，我们想说，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个它里面有个亚型，那个亚型的那个白血球细胞呢它有个特性它们在正常情况下就是到各个组织地方去对抗我们发炎反应的。那它变成癌细胞以后呢，它这个特性它还保留的。好，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全身在正常健康人在我们什么部位都会有轻微的发炎，所以牙齿嘛，牙龈嘛你就找一个牙龈是完全健康没有发炎的很少嘛，对不对？多少都会嘛。好，那因此那个发炎状况时候呢，牙龈那边的血管的管壁就有一些那个分子那个就是标记，它会长出来。对。那因此呢，那个白血球通过的时候呢，沾到它就会停下来，然后就会进到牙龈组织去了。那正常是这样子。那刚刚讲到说某一个亚型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那个你如果教科书上叫做 M4、M5 那一型的，它通过的时候呢，它这个粘连性呢，它还在嘛，它就粘到了，它就进去了，那其实是癌细胞所以你大家进去，然后就鼓起来了。所以牙龈会肿的。这种肿跟我们一般讲的细菌感染那个肿是不一样的嘛。您看得出来吗？我们看不出来，牙医师也看得出来所以那个看到那个东西，就应该知道状况不太对。状况不对，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征兆了。对。好，那另外就是您特别提到就是说基因的这个检测，刚刚讲的在这个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些发展非常快速的部分，它在基因检测上面，我都可以去很快的或者是很精准的把它给找出来吗？是的，那个我们现在这个基因检验呢，这非常发达基本上基因检验，我们现在讲的基因检验一个名词很笼统它其实包括很多种这个现在很糟糕，就是我们没办法望文生义了我们现在讲基因检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你如果是要找到那个白血病的前身你可以做一个我们叫做液态切片那我们如果是要对症下药因为有什么突变对应到什么标靶药物等等之类的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这个健保是有给付的就是 NGS 就是次世代定序它是找到什么突变对应什么药，找到什么突变对应什么药，这个东西改变了我们现在那个急性白血病治疗的效果让以前呢所谓很难缠的现在变成说它的它的
它的有效性的可以增加了2到3倍。对，所以说它效果是蛮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基因检验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追踪。我们现在是说，我们现在说白血病好了白血病那个我们在治疗完毕了，到底效果好不好？我们抽个血啊，或抽骨髓啦，血文献下面看看有没有看到那个癌细胞嘛，对不对？你说看不到，我们叫做完全缓解嘛，对不对？就好像是好的嘛。可是问题是说，你那个抹片里面有很多细胞嘛，那个癌细胞只有100个到100个以下，你就会找不到嘛，对不对？对，那你找不到，你就会误判它是叫做完全缓解嘛。对，但是呢，我们如果透过基因检验 NGS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10万到100万分之一个癌细胞，我们都可以检验到出来。那因此可以量化。是。那因此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用来监控这个疾病的发展。对。所以这个是科技是进步很厉害。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其实你现在看到傅子垂，或者你今天看到沈玉琳，其实他们某个程度来讲，他们都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了。对，有时候当你开始疲倦了，当你开始牙已经肿起来了，开始流血的时候，他们如果那个时候马上去就医，其实都是来得及的。对，刚刚讲，也就是说，在你的我们一样，白血病或者是血癌的东西，也是跟时间在抢。跟这个时间在竞赛。那刚刚讲，我如果有第一个，我可以透过基因检测；第二个是现在的标靶药，好像对现在很多的血癌也有非常这个所谓的非常好的疗效。所以如果说也不用那么恐惧，就是说你只要早点发现，经过正确的治疗，其实血癌是这个完全可以控制的。对，其实现在血癌的那个控制率非常非常高了，控制率很高，很高的。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用药用那个我们所谓的组合式的那个治疗。第一层嘛，就是说标靶药物啦、化疗啦等等之类的嘛那这个治疗可以让很多很难缠的疾病那个这种血癌呢，它可以得到缓解。那个如果说不行的时候，下一步我们可以用 CAR-T 嘛就是这个让很多的我们以前认为末期的没效的它可以得到解救。对然后呢我们这样子治疗完毕以后呢，第3线。我们可以用骨髓移植嘛，所以说现在进行骨髓移植的，经过前面的治疗都差不多了，所以说这种组合疗法呢，现在其实效果蛮好的，所以说我们以前听到血癌我以前学生的时候了对，我以前住院医师说听到血癌都觉得很头痛，现在觉得血癌药这么多，对，药真的很多对，是可以处理的，对，可是血癌有个让人家觉得恐怖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一般癌症都有分1、2、3、4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可是血癌好像没有办法分1、2、3、4期然后好像感觉到说，你一到了有血癌，你好像就是已经到了末期了。对，这个宝娟，你这个问得很好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会把癌症分成0期、1期、2期、3期、4期？概念是这样子，我们不管身体什么地方的一个实体的癌症，肺癌、大肠癌、肝癌，我可以看到一个固体的实体的我们说0期，原位癌要0期嘛那个就是1期就是还没扩张出去的嘛，2期就是扩张出去，但是还没有扩张到局部淋巴结嘛，3期就扩张出去到淋巴结嘛，4期就是全身扩张嘛，好，那因此呢，第4期指的就是全身扩张。我们现在血癌，它从第一颗开始，它就是全身，不是吗？对，所以就没有前面的1、2、3期嘛。对。所以恐惧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用级别来分，级别来分对于实体癌症它是可以量化的是可以分类的。可是对血癌而言，我们就不是这样分。对我们分就是我们是按照基因型来分分成低危险、中危险、高危低危、中危、高危这样分。那个这种是按照现在已经改变了，都完全是就按照基因突变等等之类的资料来分。好，那这一次我们这样整个谈下来，就是其实回过头来还是要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刚才讲的，你一定要让你的身体的慢性发炎，你要睡得好，你的情绪要稳定。还有一个讲说，现在的压力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因素嘛？对，那个压力确实是非常可怕但是我们要理清那个观念，压力不会让一个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不会，但是呢，它会让你有的癌症恶化。因此呢，你已经罹癌的人要想办法要减轻压力，当然会很难啦，很难但是是有方法，但是方法可能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讲
你有已经罹癌的人，你要减轻压力啊。但是就正常人而言，你是可以应付压力的，那个压力本身不会让你没有癌症变成癌症啊，不会让0到1，对，不会0到1，但是会让1到100。对，没错啊。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去处理嘞？你说那个怎么应付压力是吧？对啊。我们先讲说哈，压力为什么会让那个癌症恶化啊？是因为说我们身上有对抗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叫做 NK 细胞，自然杀手细胞，它里面含有几种那个酵素或者酶啊，它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可以把癌细胞溶解掉，把那个细胞膜打洞啊死掉啊。我们在我们压力高的情况之下，肾上腺素分泌。然后cortisol 那个这种分泌的时候呢，会让这个 NK 细胞它那个含有的武器呢变少，所以它变成就是说警察在，可是他已经没有枪，他只有刀子而已了，是的，他武力减轻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那个就是癌细胞它会逍遥，对啊，那然后呢，你在那个压力荷尔蒙释放的情况之下。你那个肿瘤旁边的血管会收缩所以说那个我们的免疫细胞要进去就困难，所以压力会这样子，会困难，所以说压力会让癌症恶化，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压力可以减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课题了哈。我现在正在写一个文章了怎么样让它解决这个问题那基本上一个方法就是冥想，冥想也有用，冥想是。冥想是一个方法，只是很多人这个冥想方法错误，这样子是吧？好，我们哪一天好好谈一谈冥想这个题目。那另外最后就是血癌这个东西，你提了一条有家族史，我们知道很多癌症都是跟你的基因、跟你的家族史有关。那血癌也是这样吗？就是说，它如果有家族史的话，等于说你的亲戚有家族史，或者你父母有家族史，你要特别注意吗？我们有时候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那个大概急性血癌了如果是有家族史的话，那么你得到血癌的机会会比别人高2到3倍了，2到3倍那这不是最高的啦那个最高的是黑色素瘤啦。黑色素瘤，你如果说家人有得过黑色素瘤，那你得黑色素瘤的机会是更高这个是目前那个统计数据里面最高的是这一个了但是呢，家族就是说就是说你们家族。有一些情况，有一些病譬如说，我们对于说唐氏症，唐宝宝唐氏症那个唐氏症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机会会比较高有一种贫血叫做范可尼贫血有这种贫血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机会也会比较高这些都是说这些是一个单独的疾病，不是癌症。但是这种疾病的人，他得到血癌的机会会比较高了，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保持那个警觉性的。你如果担心血癌，你要警觉性要高。对，好，那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很多遍是，过去我们闻癌色变都觉得你只要得了癌症，那你就可能是绝症，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你就只能等待最后的结果。可是现在刚刚讲到。就算是血癌，你如果可以早期发现，你如果警觉性高，当你开始疲累了，开始你有不明的淤血，开始你的牙龈开始肿起来，牙龈开始流血，你有警觉，赶快去做检测，赶快去做治疗。刚刚讲血癌在越早期发现的时候，它的治愈的几率越高。这也就是我们不断的要提醒，是你对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现在癌症已经不是绝症了，癌症只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都可以平安的生活下去。非常谢谢郑医师今天又告诉我们这么多的故事，谢谢。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
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为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